美媒为什么批拜登是没有远见的？美国这样的做法会导致怎么样的后果？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根据媒体最新报道，美国国家利益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作者在文章中批评拜登是没有远见的，在对抗中国和俄罗斯所制定的政策方面，拜登现在的状态就是战略近视。这种没有远见的行为促使着中国和俄罗斯变得更加团结。他在文章中写道，实际上拜登目前对俄罗斯采取的态度是并不让人意外的，因为即使在拜登当上美国总统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大肆宣传俄罗斯的不友好。自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在阴谋论宣称俄罗斯干预了美国的内政，而现在的拜登成为了总统，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更是加剧了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关系的紧张。即便此前他宣布愿意和俄罗斯总统会晤，也没有改变形势，因为实际上美国还是带头领着盟友和伙伴们试图打压俄罗斯。对于中国，美国采取的方针同样没有出现变化，即便拜登之前表现出了愿意达成和解政策的意愿，实际上也没有在现实中实现这一点。作者指出，目前美国在台湾和钓鱼岛问题上都和中国唱反调，这导致了美国根本就没有办法和中国达成和解，更别说那些频繁冲着中国去的军事调动了。对于目前美国的作为，文章作者分析认为，根本就是如今的美国官员们分不清采取政策的先后顺序了。他强调到，如果继续沿用目前美国对待中国和俄罗斯的态度，只会促进中国和俄罗斯展开合作，这样的合作会在经济、军事和外交上都有体现。中国和俄罗斯联合起来所具备的能量，早就有专家分析过，其实是美国难以抗衡的。美国仍然想要维持在世界舞台上的统治地位，根本就是做不到的。毕竟俄罗斯是个老牌的军事强国了，而中国这些年的军事发展也是突飞猛进，相互之间如果紧密合作，军事实力很可能是美国难以抵挡的。这很可能也就是美国在这段时间频繁与盟友们抱团，鼓动西方各国一起对付中俄的理由。然而美国越是这样做，也就越体现出美国的虚弱。不说美国的那些盟友加上美国的实力是否就一定比中俄两国强，单说这些西方国家内部实际也不团结。中国壮大的军事实力当然不是为了针对美国去的，但是美国一直以来阴谋论中国发展壮大，向中国施压的行为，中国也不会一直忍着。如果美国逼急了，中国给予回击，那美国才要后悔莫及。为什么俄罗斯战舰进入中国的地盘，日本却先慌了？4艘俄战舰释放危险信号，原来中国不是孤军奋战。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近日，俄罗斯4艘战舰穿越对马海峡，罕见出现在东海进行训练活动。这4艘来自俄罗斯的舰艇包括了1艘反潜舰、1艘巡洋舰以及2艘护卫舰。俄罗斯这个时候派出战舰进入东海，一度引起日本的高度紧张。至此，很多人奇怪，为什么俄罗斯战舰进入中国的地盘，日本却先慌了。据悉，如今的日本自从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后，越发肆无忌惮，自身底气得到很大程度增强的同时，对华政策不断，尤其是在台海问题上，该国更是罕见介入，甚至不止一次叫嚣协助美军干涉台海局势。在此背景下，有消息透露出，该国如今竟还想要在北方四岛的相关问题上采取新的行动。针对这一情况，俄罗斯方面此前曾对外公开表示，声称倘若日本真的出现越过红线的举动，势必会面临来自俄罗斯的强硬反击。话音刚落，俄罗斯战舰就来了，说是巧合，想来日本都不信。再者，俄罗斯海军舰艇一般都只会出现在日本海区域活动，很少会进入东海海域活动。现如今一下子来4艘俄罗斯战舰，这种情况可谓是非常罕见。值得一提，美国和法国两国海军2栖攻击舰搭载的海军陆战队员已经抵达日本，准备与日本举行首次陆上联合军演，而剑指的目标就是中国的有争议岛屿。事实上，该岛屿自古以来本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现在美日法联手将枪口对准中国，摆明了就是在找事儿。自拜登上台后，美国就在拉拢世界多个国家进入美国的阵营中，日本、澳大利亚以及现在的法国等国家都是紧跟美国步伐叫嚣中国的国家。这些国家不惜损失自身利益，也要向美国示好，登上美国战车。此次美日法联合军演，明眼人都能看得出其中的意图。可这个时候，俄罗斯军舰却进入东海，实际上也是变相的向美日法等国家证明，中国在东海根本不是孤军奋战。当然了，在此之前，中国航母编队、轰炸机以及侦察机也接连出现在日本海域周边，对日本进行敲打。
这也就意味着，现在的日本正面临中俄两大军事强国的联手威慑。尽管日本身后有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西方国家的支持，可毕竟这些国家都是域外国家，真到了关键时刻，不想想也知道，届时不会有国家会管日本的死活。就从这一点，在俄罗斯军舰罕见进入东海后，日本怎么可能不慌张？配合美国叫嚣中国，结果不仅没看到好处，反而招来了一堆麻烦。现在就连俄罗斯都来了，这对于当前深陷包括疫情危机在内的多个危机的日本来说，无异于是灾难性的。数十架飞豹战机前往南海，这一次发射了数千枚不同种类的实弹，这是针对美舰挑衅吗？宋仲平做出了解答，敬请关注本节目。据媒体最新报道，近日中国派出了数十架飞豹战机前往南海，在南海进行了军事演练。在这一次演练中，中国战机发射了数千枚不同种类的实弹，证明了中国强大的国防军事实力。而这一次中国战机专门针对海上目标的演练，也引发了国际的广泛关注。这次中国战机演练的内容分为了两部分，即精准打击和饱和打击。根据专家分析，都是在加强训练飞行员的硬功夫。而这种会被公开报道的实弹演练，其实也只是中国军队进行训练的一小部分内容而已。还有很多没有公开的演练内容，都是中国军队为了守卫国家而在各方面加强训练的表现。为了国防安全，他们付出了很多。从报道画面中就可以看出来，战机腾空后进行了海上超低空隐蔽突防，然后一路奔袭去了海上靶场。之后战机就发射了某种类型的实弹，向着海上的目标进行俯冲攻击。这次演练中派出了几十架战机，发射了各类实弹几十种。且据了解，参加演练的所有飞行员都达到了良好的成绩，让飞行员们对于突击海上目标和实际去操控武器的能力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但是也就有人猜测，是否这一次演练就是针对美舰的挑衅了？这个疑问得到了我国著名军事专家宋忠平的解答。宋忠平向前来采访的记者表示，这次演练只是在训练单一军兵种的实战能力，让他们能够训练自身实力，强化素质，在未来就能更好地配合其他兵种进行联合作战，充分发挥出这一兵种的实力。至于是否是专门针对之前非法闯入中国西沙领海的美舰才进行的演练，宋忠平给出了一个否定的答案，表示美国的军舰的挑衅行为说到底也只是一个单一目标，拥有的军事能力不多，太弱了，根本不配当这次演练专门针对的目标。他分析认为，中国军队演练的对象绝对是难啃下来的硬骨头，也只有设定这种对象进行大规模的演练，才能够帮助锻炼中国军队战胜强敌的能力。美军这次10年来最大规模军演有怎样的特殊内容？美国媒体又是怎样将中美关系恶化甩锅给中国的？日前，美国军事新闻网公布的一则独家报道，美国将在今年夏天举办10年来最大的海军演习，预计参演人数将达到2.5万人，更是跨越17个时区。这一次美国军演的目的也很明确，就是在备战未来可能与中国和俄罗斯发生的冲突，测试美军应该怎么样与中俄作战。而演习的地点就定在了大西洋和太平洋。美国海军司令部的官员还透露，这一次大规模军事演习具备很大的训练活动范围，演习上的复杂性也远远胜过从前举办过的大型海军演习。部署在美国、非洲、欧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美军部队们都会参与其中，可以说是将美国海军上下全部动员了起来。而之所以这名司令部官员认为这次演习水平有那么高的认可，是因为这次美军不仅要动用当场参与的美军部队，还要结合虚拟参与者，这就让演习的范围被扩大了很多，也能达到只有现场演习达不到的效果。同时，这也是美国海军第一次把无人技术加入到海军舰队的演习中去，还预备将无人舰派遣到不同的区域去。这是一种被称为分布式的未来战术。中国军事专家宋忠平就对这种战术进行了解析。他表示，使用无人技术的装备本来就是未来战争的走向，而这种分布式战术也有很大的优点。它与使用统一式的战术不同，能够实现对多个区域同时形成打击的状况，还能通过这样分散兵力，避免可能被移过端的结果。这一次美国海军军演的针对对象，他们也毫不遮掩，口上直接称是针对中国和俄罗斯，更是在军事演习内容的设计上，有完全就是为中国量身打造的部分。据报道称，他们将会演习中围绕可能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后遇到的几种状况进行考虑。这还不算完，明明是他们怀着险恶用心，计划着要和中国产生冲突，美国媒体竟然还敢将锅也甩给中国，称是中国方面拒绝了美国进行高级别军事对话，但是实际上他们采用的却是不对等的态度，当然不可能被同意。